美国在台驻军扩大4倍，拜登的毁台论其实也是弃台论的体现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在拜登脱口说出美国有毁灭台湾的计划之后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又发表了美国将扩大在台湾驻军、训练台军应对中国大陆的威胁为题的独家报道，声称未来几个月内，美军可能会把在台湾地区部署的美军增加数倍。1年前在台美军的数量约为30名，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增加至100至200名。面对这个爆料，美国国防部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也就是不愿公开扩大驻军的计划，以避免刺激北京。台湾军方也以不予证实和不做评论回应。看到这里，许多网友感到非常生气。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台美军的数量，拜登政府到底想干什么？是不是已经触碰了中国大陆发起武统的条件？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件事？去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？首先，美军增加至200人，不等于是派出成建制的作战单位。这些美军只是穿着便服协助训练台军和提供技术服务的，而绝非参与台军与解放军的对抗作战，因为这点人根本就不够打的。如果开战，就是在送人头。美台目前都保持低调，说明他们暂时不想也不敢把事情搞大。美军增加4倍驻军的情况，满足了武统的3个条件，但是主动权在中国大陆一边，何时动手我们说了算。根据台军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的内容，大陆攻台的7个可能条件包括：第一，宣布独立；第二，明确朝向独立；第三，内部动荡不安；4，获得核武器； 5，两岸和平统一对话延迟； 6，外国势力介入岛内事务； 7，外国兵力进驻。美国将驻台的军人数量增加到200人，已经满足了3个条件。当然，中国大陆何时选择采取军事行动，不会按照美国人的意图来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主动权。第三，美国欲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。美国进驻台湾地区的兵力增加，无非就是故意挑衅中国大陆，但又担心现在就开打。他们非常期待利用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发生的军事冲突，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。如果你问美国在台海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，其实不是保台，而是利用台海军事危机阻止中国的崛起，进而维护美国的霸权。所以通过小规模的美军进驻，既能进一步升高两岸的紧张局势，又不至于直接引发军事冲突。美国人的目的是流尽台湾人的最后一滴血，自己好火中取栗。第四，此举表明美国的弃台论开始落地，或者说是拜登的毁台论计划开始实施。增加对台军训的人数，从一个侧面证明台海发生冲突时，美国军队可能会放弃干涉，不直接下场。在台湾地区发展非对称战略，无非就是想让两岸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，将台湾岛毁灭在战火中。这种策略对美国而言风险很小，收益很大。总体而言，拜登的毁灭台湾的计划已经开始落实，这个可不是说漏了嘴或者是嘴误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不过中国大陆在什么时间点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统一，美国人其实并不知道，只能靠瞎猜。所以台军要想当炮灰，想让解放军在武统时付出较大的代价，那也得看看他们够不够这个资格。对此，奉劝台军的弟兄们，认清形势，看清美国和台独分子的嘴脸，不要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帮凶，成为毁灭台湾的罪人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